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请君飙升榜第一，任嘉伦原因台词不行，李沁太瘦了，演不了活泼。考场真是一部好剧接一部好剧，连着上。暑期档《苍兰诀》逆袭黑马，一手捧红了王鹤棣。超时空罗曼史紧随其后，陈钰琪口碑也有所回升。请君开播，直接冲到飙升榜第一，而且首播站内热度就能破7000，算是创造了纪录。任嘉伦不愧是这2年的古偶仙侠剧王，他主演的剧基本就没有不火的，只是一口气看完6集的观众喜欢剧情，对男女主的表现还有些不太满意。设定新颖，轻喜剧加分。暑期档3部大剧沉香如屑，从头虐到尾，杨紫诚意一直在吐血，星汉灿烂男主一直背负着家仇，女主大结局抑郁的状态太戳心。苍兰诀前30集戏份倒是很甜，后6集观众一样痛哭流涕，因此接在暑期档大剧后面的剧最好是轻松的小甜剧、轻喜剧，算是精准拿捏了观众的兴趣点。请君讲的是灵族和人族3000年前大乱斗，最终圣米云熙背叛灵族，将自己的元丹给了人族的陆岩，最终陆岩战胜了灵族。3000年后，陆岩从古墓里爬出来，到了民国时代，他想找到云熙，却发现云熙的灵石在于登登身上。为了取回云熙的灵石，他开始保护女主角于登登。很套路的剧情大纲，但是这部剧主要讲的还是3000年后的陆岩和于登登的故事。李沁饰演活泼直爽的于登登，是清泉寨的大当家的，在男人堆里长大，带着一群小弟四处抢劫盗墓，抢回来的东西不仅要养活自己寨子里的人，还要养活山下的穷苦百姓。本来想娶一个二房回来，靠嫁妆维持寨子里的开销，没想到阴差阳错看上了苏醒的陆岩，把陆岩抢回来当二房了。土匪女寨主强抢冰山战神当二房，大房居然还是只公鸡。这部剧从第1集开始就节奏紧凑，笑料满满，而且不是傻白甜和霸总的老套路，有点类似于双强势均力敌。于登登虽然一见钟情，看上了陆岩的脸，却也时刻没忘了娶二房就是为了骗嫁妆贴补开销的事情。陆岩确认了于登登身上没有云熙的灵石，就对他不屑一顾，即便长得很像也不拿他当回事。而于登登把陆岩抢回来后，看似大大咧咧不在乎，却早就从陆岩的一系列行为里看出了他只是想了解他刀上的图案。男女主角塑造都很立体，剧情很有吸引力。男主台词不行，女主干瘦。这部剧的评价大多数都很好，不太好的那一部分基本都是在男主的原音台词不行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新规定，演员不能再用配音，必须用原音。任嘉伦的原音我听着其实问题不大，剧情很有意思的话，他除了声音听起来中气不足，也不影响看剧。有些观众对台词要求比较高，或者也看了比较多他原音台词的剧，觉得他台词没什么进步，顶多算是把字念清楚了，但是毫无感情和起伏。也有观众觉得，如果粉丝不批评和建议，秉持着其他观众爱看不看的观点，那他以后的剧只有粉丝能看得下去，他只会离演员越来越远。当然也有说话比较客气的观众，给出的不算是批评，都是很诚恳的建议。一开始被原因吓到想放弃，但是想想任嘉伦演这种霸道总裁还是很帅气的，忍一忍也就习惯了。也提到女主角李沁表演痕迹太重了，想要把女寨主的勇敢开朗侠义表现好，但是觉得用力过猛。台词比任嘉伦好，但是太过于清晰了，像是很有感情的朗诵课文。而且李沁并不适合演活泼的角色，她这些年的经典角色最出名的就是《楚乔传》里面的元纯，火的是后期的黑化带刺玫瑰，而不是前期天真活泼公主。演员本身贴合角色是很重要的，
李沁就属于长相气质太过于鲜明了，一眼看过去就是苦情女主，演美强惨，好歹还切合气质，演活泼类型。年轻的时候还能靠胶原蛋白弥补一下请君里面太干瘦了，尤其是脸上都没什么肉，看着奇奇怪怪的。其实这两位演员平时看着都挺正派，经常演大虐剧，或许也是观众对他们有印象了，再看他们俩演轻喜剧总觉得怪怪的。但是李沁这次还好，比《庆余年》里面的鸡腿姑娘看着顺眼多了。这部剧剧情非常好，节奏也不错，很值得一看。任嘉伦和李沁都不算出戏，只是各自有点小问题。